这漫长时光。风吹过停留，吹走我的雨伞，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在这里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的偶然，全都是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遇见你啊，我终于相信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帕拉伊娃本来就是我们的设计，跟进到制作完成那是理所应当的。此外，成品完成之后将送往纽约参展，只会以瑞华、雷总的名义送着，不会再提及水之遥。玉芝，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能跟我好好合作，是高洁一再劝说我才想要过来试试。水之遥的设计，水之遥的制作，却要抹掉水之遥的名字。对不起，君子不识嗟来之食，我就是卖掉水之遥这个协议，我也不能答应。你倒是挺有傲骨，可你知不知道，你这份清高是谁给你的机会？你知不知道高洁为这件事情求过我多少次？难道你思成的傲骨，就是建立在一个女人低三下四的恳求上？就这件事情而言，他至少比你更冷静，更清晰。如果这种时候你还不懂得变通，不懂得退让的话，那就算是没有帕拉伊巴这件事，我认为你的水之遥也不会走得太远。我们都是公司的掌舵人，你应该明白，意气用事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我听雷向东说，此次的时光之轮准备采用中西结合的功能。高阶再三跟我提及你的能力优秀，那么优秀的设计就要有优秀的制作来相衬。既然我们瑞华同意跟你们合作，那你何不抓住机会，好好利用一下瑞华定制组的功力，放下你那些所谓的个人尊严，好好想一想，瑞华是你唯一的选择。谢谢。好，不客气。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玉芝，我问你，你是不是私下和水之遥和解了？版权还归瑞华所有，免费让他们跟进，不好吗？我不同意。我有权决定公司事务。高姐，
都谈妥了。怎么样？他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没什么，瑞华定制组要参与制作，而且版权也归瑞华所有。可能这次咱们俩要当个免费的工匠了。什么？这你都答应了？他摆明了就是要给你难看。不行，我要去找于芷。高姐，别去了。这已经是目前来说最好的结果了。我想过了，接下来就是去瑞华继续工作，我一个人应付得了，你就别去了。那怎么行？这件事我也有一半的责任，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呢？你呀，到底是把于芷想得太可怕了，还是把我想得太软弱了？不是。好了，我答应你，咱们一块儿去。各位师傅早。大家吃早饭了吗？咱这些老家伙，一没有背景，二没有山头可靠，只能自己端自己的饭碗，吃自己的早餐喽。哎，这里谁没有吃早餐啊？啊，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咱们瑞华庙小，饭菜简陋，养不了白眼狼。蔡师傅，您别这么说了，你们几位可都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师傅呀。我们这些老头啊，该交的也都交了。再说了，我们也没有瑞华的股份，就别在我们这花心思了啊。哎，我说，时候也不早了啊，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于之啊跟我打招呼了，他说啊，这回这个胸针呢是咱们定制组跟这个水之窑跟他们联合一块儿来制作的啊。郑师傅，这就是那个胸针，您看看。哎，老郑，沏了茶怎么不喝呢？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呀！真是的，这茶沏了不喝干嘛？喝茶。蔡师傅，我想跟您探讨一下贴片的时候我怎么帮您。我可不敢劳你大驾哦。胸针贴片那需要很薄的那种金箔纸，我自己做的时候都大气不敢喘。要来一个年轻气盛的，这万一吹坏了，整个要重做，工期就耽误了嘛。就是，我那儿也不要别人掺和，他们这个西洋工艺，跟我这中式老式的双开就好。双开，可是工艺不同，分开做完再焊接，怕会出问题啊。出问题也是那些洋玩意儿的问题啊。我们千百年的工艺了，会出什么问题啊？就是。好了好了好了，蔡师傅、林师傅，这个胸针呢是代表瑞华去参展的，所以也代表了瑞华的门面。不管咱们的个人呐、私人有什么想法，都要在公司的需求之后，咱们就先做好本职工作吧。没关系，几位师傅对我有情绪很正常。我先做点别的吧，让大家先消消气，之后再讨论合作的事。郑师傅啊，我可以用哪个工作台啊？还是原来那个吧。好。
这几个老师傅一个比一个脸臭，他们没有欺负你吧？没有了。有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只是胸针看着漂亮，实际工艺上非常复杂，想要顺利打样，可能都有点困难。的确有几个地方还挺难的，而且工期紧张。如果按照之前的操作步骤的话，有可能效果会很不理想。你看，因为这款胸针结合了东西方不同的工艺，所以我们要先把工艺拆分开来。那么目前这个阶段，窗棂格的工艺，还有母贝的打磨镶嵌，交给师傅们去做。牵扯到新工艺的帕拉伊巴镶嵌呢，我们两个去完成。新工艺主要是起到支撑和借力的作用，我们两个来做问题不大。但是想要跟老工艺结合好，还要做到效果统一，那需要双方配合的默契程度非常高。还有，老工艺和新工艺用到的设备也不同，电压和温度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还要解决连接焊点的问题，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先这样吧，咱们先把能做好的先完成，剩下的我们回头再想办法。小田，你在画什么？你跟妈妈一样喜欢画画，对不对？去看看妈妈在画什么啊？她肯定在给你准备生日礼物。我看看，你给小杰画了什么？不许偷看，这是我给小杰的礼物。哎呀，你就让我看一眼嘛。大设计师，我都迫不及待了，让我看看你的大作吧。不行，你这大画家，万一要找出毛病来怎么办？不让看。就让我看一眼吧。你不行啊！好，不看就不看啊。好吧。啊！你画的真好。哎，小杰，你看，这是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哦，漂亮吗？小杰，阿海，你去外地采风，说好的要给我看的你画的蝴蝶呢？你刚才叫我什么？你叫我阿海是吗？对呀。不叫你阿海，叫你什么呀？所以，你记得我是谁了？真是好可惜呀。爸爸不同意我陪你去。其实我就是想设计一个蝴蝶样式的作品，希望能找到一些灵感。好，我下次一定带过来。我画了一整本，全是蝴蝶。真的？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这一次我们要以母贝和精致边框做镶嵌，做出窗棂格的美感，附以车轮的造型。母贝和黄金，你知不知道？母贝硬度高，车很脆；黄金呢，韧性好，可材质偏软。这两种完全是质感不同的东西。你打算怎么镶嵌啊？你以前做过啊？我没做过，但是有很多知名的珠宝品牌，都有母贝和黄金结合的设计，其实是很普遍的。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孤陋寡闻，快被淘汰了。
那你觉得容易，你就自己一个人做好了。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呐，仗着自己跟洋人学了点珠宝设计的这个理论，就异想天开，给点颜色就开染坊。您说的没错，我的确技术还不行。知道自己技术不行，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啦。就像你刚来的那时候啊，多看多学，少说话。我没事的时候打扫打扫卫生，那时候多好啊！各位老师傅，我们都是希望作品能够尽快的做出来，但这个毕竟是你们瑞华自己的东西，你们想要加快进度或者是拖延进程，那都可以。如果你们要是觉得这个作品太难，也可以向上面反映。但是咱们就事论事就好，不要夹带个人情绪。其实啊，母贝和黄金结合还不算是这次设计的难点。时光之轮真正的难点是簪花。这次的簪花非常的精细，我自己也尝试过好几次，做出来的簪花非常的生硬。这才明白，不是手工最纯熟的师傅，根本不可能做出好看的簪花。这就叫不自量力。做簪花的每一锤，都要掌握到相同的力量和厚度。没有10年以上手腕上的基本功，想做簪花，开玩笑。所以啊，想要做出精致的簪花，非得要你们几位师傅帮忙不可。如果没有几位师傅高超精湛的工艺，那我们的设计也不过是张废纸啊。那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吃了几十年饭，可不是光长年纪不长本事的。那是，簪花工艺都难不倒你们，更何况是小小的母贝镶嵌呢？那当然。唉，怎么了？总觉得呀，哪儿不对劲。是吗？我倒不觉得，反而好像又找回以前熟悉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定制组干活，心里都特别踏实。看出来了，你跟这些老师傅的关系倒还挺融洽的，只是……师傅们呀，都是性情中人，心底很豁达，很善良。可能他们因为我之前的事，还在生我的气吧。可是你看我的工作台，我走了之后，那些工具和图纸都原封不动给我留着呢。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可能是我之前多想了。只是，我觉得对你很抱歉，因为我的事。让你都不好过了。高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道歉呢？嗯，草图画好了吗？松石搬好了吗？好，我现在就搬石头去啊。回来。你看看那小姑娘家家，这头发上搞的都是什么东西？来，有吗？没有啊，有吗？老师傅替你们认认真真工作，你们在这谈情说爱。那是不是谈情说爱？于总您恐怕管不着吧？在外面我管不着，可是在这个地方，在瑞华，就请你们遵守职业操守，拿出点专业态度来好吗？我们充其量算是瑞华的合作方，负责给出的是最后的结果。那至于工作方法和态度是水之遥的内部事务，这一点恐怕还不需要于总您来指手画脚。好，
还有你，上一秒还喜笑颜开，一见到我就板着张脸，不是又想着怎么把胸针做砸吧？我告诉你啊，这次的合作可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的。公报私仇，加上恶意恐吓，这个是堂堂瑞华塑金组总经理的一贯作风吗？哦，不对，应该说是耍威风的手段吧。那么我想请问您自己的职业操守呢？我希望你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你要记住，你们水之遥的命脉，需要你们拿出好的作品才行。与君共勉。没事吧？喂，物业，我说没说过门口箱子要收好？啊，办事效率这么差吗？啊，高小姐回来了。秦姐，妈妈呢？她在厨房里洗手，马上就出来。晚饭我做好了，您趁热吃了吧。辛苦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别想心事了，快吃饭吧。都是读书太累了，看你瘦的，得好好补补。是啊。妈，你是不是都好了？子云，一会儿爸爸回来，你帮我劝劝爸爸。我和高还是真心相爱的。原来你只是想到了往事。我和高海一定会幸福的。妈妈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么多往事呢？这算是在慢慢变好吗？安月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小杰，你今天没去上班啊？啊，我看门没关，我就直接过来了。果然是你。你一直偷偷来看我吗？啊不，我是今天经过市场，看到有卖你妈最喜欢吃的水蜜桃，我就顺便拿过来了。进来吧。小杰，我知道，瞒着你来看你妈妈，你肯定不高兴。但是我怕我告诉你，你会不让我来。我真的很想照顾你妈妈。你还是带着妈妈去看医生了，是吗？
妈妈最近好像突然能想起什么了。她昨晚的状态不太像平时小孩子的模样，倒像是记忆回到跟你结婚之前。你对她做了些什么？医生说她正在逐渐的恢复记忆，那些记忆碎片停留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所以她才会碎片式的想起过去的事。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医生真的这么说了？妈妈真的能彻底治好？这个不好说，但医生正在尝试用新的治疗方法，希望能唤起她更多的记忆。你看，现在不是已经有疗效了吗？小杰，你怎么怪我都行，但我希望不要中断对你妈妈的治疗，好吗？好，我同意。这也是对妈妈好，而且我也看到了治疗的疗效。那太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下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要去。没问题啊。好啊，当然好。哎，这个你妈妈可爱吃了，我去给你洗2个吧。不用了，我还要着急去上班呢。很快，1分钟都不到。你等我啊。喂，你们把箱子收走了是吗？谁让你们收的？拿回来，一样都不许少。这回这个胸针呐，没有采取整体铸模的工艺，因为太复杂了，就进行了细节的拆分。说实在的，多亏了高杰呀，他对新工艺、老工艺啊都特别了解，脑子又灵活。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是，说实在的，都不如他。高杰啊是聪明，可是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怎么觉得这高杰这人不错呀？你看他这回啊，回到我们定制组，我们这些老家伙真是没少给他眼色看。可人高杰呢，工作上特别认真，一点私心都没有。哎呀，我就看不出来他什么蛇蝎心肠。他呢是非常优秀，经过这么多的事儿，还把心放在工作上，我也是认可他的。哎，你看这回高杰能不能回到定制组啊？阿正啊，我觉得你真是糊涂了。不管怎么说，他和紫云出卖了瑞华。是的，他非常优秀，他背后有很多的苦心苦衷，这个我都知道。可是我是瑞华的董事长，我要是把他再放到定制组，那不就是放了个定时炸弹在瑞华吗？现在瑞华最重要的是要安定。进。李总，汇新的货款已经到账了。知道了。
钱已经到了，我准备来赎回股权了，你准备一下，1个小时后见。哥，这有批预算，你帮我签一次。什么预算？雷总的胸针要送去海外参展，你看一下。来，我不能签。为什么？这对瑞华在海外打响品牌的意义，我需要再跟你解释一遍吗？不需要了，但我不能签。不是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的提案你不分青红皂白都要否决？你最近为什么处处为难我？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你私下里跟我说，这是公事，你能不能不要拿瑞华开玩笑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公私不分的人，我是瑞华的财务总监，我有权对瑞华的财务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你这笔支出不在近阶段的统筹范围内，所以我不能签。你不要扯这些官方的理由，我们是不是兄弟啊？我们是兄弟，为什么就不能把话明说，非要藏着掖着呀？藏着掖着的应该是你吧？好好想想，自从进了瑞华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先斩后奏，什么事儿都瞒着我。我以前多信任你啊，你是怎么对我的？我当初答应跟你合作，除了把穆子云赶走以外，就是让你坐在瑞华的这个位子上。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以后也不会改变。哥，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的永远是你的，我也不需要，包括瑞华继承人的位置。我看你对素晶组、对高会都挺有兴趣的嘛，怎么回事啊？啊？是不是接下来该轮到瑞华了？我还有事。穆总，你这可就为难我了，我不能害朋友的。生意场上利字当头，你当初和他也是为了做买卖。再说了，这合同也是有期限的。我只需要你等期限一到，第一时间把于毅手里的股权全部卖给我就可以了。可是我也知道，你最近需要资金周转，要不然你也不会答应来见我。按我说的做，我能给你的，比你想要的还能多。我希望得到你的解释。你想要什么解释啊？你让水之遥和瑞华合作做胸针也就算了，为什么设计师署名是高洁和思成？这是公司做的决定，你有什么意见吗？这是何文文的设计，为什么署别人的名字？这是对设计的不尊重。我要求立刻停止制作这个东西。东西？这是设计作品。我是素晶组的负责人，我要做的就是把传统工艺进行创新，然后推广到全世界。这个时光之轮的作品对于瑞华而言，有一个重大的意义，我不可能停止这个项目。于芷，你又被高洁洗脑了吧？你这个傻子，你怎么总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呢？因为对高洁的偏见，说什么信什么的是你吧，高慧。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小于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这个作品是你画的吗？当然了，官方认证我就是版权的拥有方，我就是时光之轮的设计师。
好啊，那你重新再给我画一幅，我需要构思还有笔触都一样。你作为一个被设计书送展作品的设计师，这不难。这怎么可能？我已经让律师去处理这件事情了。关于《时光之轮》作品的版权问题，我已经去撤销了。我会向雷向东解释的。高慧，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打着公司的名义去做这种事情。雨辰，为什么每次一碰到高洁的事情，你总能找到纵容他的理由呢？玉芝，哎，董事长，高洁在定制组解决了工艺问题，你知道吗？这事您都知道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儿？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你别忘了，在你们俩的订婚典礼上，你把你们的关系逼到了绝路。现在你把它放到定制组和老师们合作，我想知道接下来你怎么个打算？这个您可以放心，我跟他仅仅是商务上的合作。我没让你表态，你的决定关系到瑞华的每一个部门里的每一个人，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导致为瑞华打拼的人失望。奶奶，我明白你的担心。这次胸针设计完成之后，我跟他不会有任何交集。你的人生还很长，我不希望你把时间浪费在不合适你的人身上，免得以后后悔莫及。为什么突然不接电话了？股权质押的事，一定不能出差错。于毅，这么晚来我家干嘛？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不接，我只能来这堵你了。不好意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是下班时间，我私人时间不想被公事打扰。好，好，下班时间来找你算我的错，但是如果你要知道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事，你就不会这么淡定了。什么事啊？你自己看。高洁和思成，对，胸针是要送去纽约珠宝展的，设计师居然是他们俩的名字。怎么了？瑞华没有自己的人才吗？于是偏偏要去捧外面的设计。于是之前还跟我申请经费，搞了半天又是别人的，我就不允许别人用瑞华的资源。我跟他讲道理，我让他停止这个项目，他不听。他说这个项目一直是他在接洽的，他有发言权。我是担心于直又被高洁蒙蔽了。于毅，你在瑞华有发言权，而且你是他哥哥，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了。又是他，他自己愿意在哪儿摔就在哪儿摔，但我绝对不会让瑞华陪着他在一个地方摔2次的。
要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于毅，让我们存在，不再有伤害，有谁不期待？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相爱的人才明白，没有什么变成阻碍。从未感觉如此相爱，牵着我的手吧，不用表白，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就是现在，我们去爱，向着未来，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穆子云是高洁的表姨，穆子云是你鱼池不共戴天的仇人。都是因为你，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我告诉你，利益摆在面前，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